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兰花频道。今天的这个影片我们要来看这一株小型迷你型的蝴蝶兰，它是一棵超市兰花，所以也没有名字。不过呢，它每次的开花都让我感觉到非常的灵巧。这棵兰花在影片的最开始你有看到它有一片叶子是黄掉的，那是非常自然的现象。其实兰花叶子变黄不可怕，主要是它是哪里黄跟黄的速度。比如说是从最老的叶子开始慢慢的变黄，而不是还没有完全变黄就掉落。比如说它的叶子是中间的几片叶子变黄，那个就很有可能是烂根，根系出了问题，它给你的警讯。所以如果是最底下的叶子，最老的叶子慢慢的变黄，速度不快，那是属于自然的老化现象，所以就不用太担心。那这边你就可以看到这一次开花周期它的一个花梗长出来的长度跟以往都差不多，而且朵数也基本上差不多，就是5朵到7朵这样子的一个范围内。我记得我当初之所以会想要买这一株兰花，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它是超市兰花，便宜，那万一养死了养坏了也不至于太让我伤心。第二个原因就是当时那一阵子呢，我也很喜欢兰花开花出来它上面是有斑点的，那这一颗刚好有，而且你看它的颜色其实中心的部分还带一点粉色，然后呢它整个花如果有强光照到的话，它还是有一点点那样子亮片亮亮的感觉，小亮片的感觉，所以看起来是蛮讨喜蛮可爱的。花苞还没有真正打开的时候呢，它外面是有一点淡绿色，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兰花的花苞上面的一个特征哦。我的另外一颗比较明显有这样子的表现是一颗原生种的蝴蝶兰，是史塔基。它这一次的开花呢，也是全部的花苞都有打开。其实我有时候私底下都会说，这样子的全部花苞都打开，这样的一个开花周期，我就会称它叫做全雷打。好，那这一颗兰花之所以能够开花全雷打的几个原因其实之前有谈过啊，就是在长花苞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其实你的肥料可以稍微的不要给那么多，甚至停止施肥。然后再来就是你的挪动上面不要太多的挪动，因为有时候有些兰花比较敏感的，你挪动的话，它有可能就会消苞掉类。再来就是温度湿度上面的控制，环境上的变因其实有时候会让兰花它的花苞呢就打不开。那因为我在美加地区，我在美国的德州，我们的室内是有中央空调的，所以在温度上面的控制呢是很简单，我就是只要定一个我觉得可以整个夏天我都很舒服的温度，我就设定好，就在那边了。但是湿度上面呢，的确因为在美国的中南部，所以有时候湿度会高，有时候低。那这部分呢，就要靠你去观察。那有时候湿度太低的时候，可能就是喷喷水或者是加湿器来控制一下或维持湿度不要太高或太低，或者是太剧烈的变化。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颗兰花目前它的一个根系的状况。你看到这个杯子其实裂掉了，然后它根系就是有往外长。那这个其实没有关系，因为我是用内外杯交叠的方式，所以即便是内杯有裂，而且根系长出来了，我有外杯罩住，所以有时候呢，我如果要让它杯底呢稍微有一点点小积水其实也是一种半水培半水耕的应用。那这个杯子裂掉，其实我好像在上一个影片也有提到，其实就是用久了这种不是纯塑胶，它其实是环保材质，它用久了会变脆，脆掉之后呢，再加上根系长大会往外撑，它就容易裂。
好，那个就是下次开花周期结束，我换杯子的时候就可以把它整个处理掉。那这颗兰花这一次的周期好玩是，它全部开完花之后呢，它的尾端啊，花梗尾端又继续的长多了一个小花苞，然后继续开花，所以是一个 bonus。好，到这边你可以看到它最后一朵花也打开了。我个人是很喜欢这颗兰花，虽然没有名字，但是它每次开花让我就是觉得很灵巧。英文有一个单字，我觉得很适合形容它，叫做 dainty。那我有几个朋友有看过这颗兰花，就说好可惜啊，这颗兰花如果有香的话，那该有多好。其实像这样子的颜色，然后跟大小啊，其实我有另外一颗兰花是不同种的兰花，它叫做 Vanda Greenlight， 是千代兰的。它那个兰花呢就有香味哦，所以开花开出来会让你感觉到是非常的洁净灵巧，然后又加上淡淡的香味啊，你会觉得就是好像是一个非常适合摆在比如说你的办公桌旁边，再燃一点檀香啊，那种意境，这颗兰花就接近那样子的感觉，我是觉得还蛮好玩的。那这边就是它的一个开花的影片，那这边你可以很明显看到我之前叙述的那些它兰花的特征。这颗兰花不是纯白啊，它其实有点乳白色，再带一点黄，然后中间有一点粉红色，再加上一些小雀斑。那喉咙的部分呢，就是有一点点黄色，鹅黄色，所以是一款我觉得蛮有特色的颜色组合。那这边你也可以看到它前3次开花周期留下来的短花梗，我剪掉之后没有完全剪完，所以就是还有一些残留。那这边你看到我是内外杯交叠，所以内杯裂了没有关系，主要是外杯还有办法能够把它们给包起来。那外面的根长出来的根系呢，在杯底如果有小积水的话也没有关系，就是一个半水培半水耕的一个应用。那蓝色的外杯是阻隔阳光用的就是能够避免杯内的一些青苔的产生，除了美观之外，其实就是要阻隔阳光为主。不知道你们多少人也是用内外杯交叠的方式，或是有用外杯，像那种阻隔阳光的外杯来帮助兰花避免青苔的产生。如果有的话，也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这样子的方法在你的环境里面是不是对兰花有帮助，操作起来方不方便等等。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兰，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